镰仓，一座山海交叠的古城，在飞速的时代里，是一颗遗落的珍珠。清晨的海风与阳光落在海面，就像是在跳舞的银色碎片。雨后的街道与古市，石板路仿佛正在诉说千年的故事。路边的老店与招牌，还保有创业者的初心与情怀。每个角落都散发着文学般的浪漫与诗意。在这里，时间像是放慢了脚步，可以细细品味生活的每一个瞬间。无论是沉醉在古老的寺庙之间，还是在海边漫步，镰仓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说，静静地等待每个人在这里书写属于自己的段落。藏在巷弄深处的报国寺，是一间充满历史故事与美景的寺院。入口的山门很低调朴实，但在深秋时分，背后张扬的红叶，像是对路过的游客张开怀抱的双手。入口小径的左手边，有个小巧精致的庭园，布局优雅，不过这只是开胃菜。沿着小径向上走，会看到正殿。报国寺是灵气中建长寺派的寺庙，创立于1334年。走进庭园，石头、白沙、水池，精心修剪的植栽，随季节变换颜色的树叶，展现日式枯山水的典雅风格。报国寺最出名的是这片竹林，连作家川端康成都曾经住过这里。种了大约2000株左右的梦中竹，有竹寺的别称，被米其林绿色指南列为3颗星，需要特地安排一趟行程的景点。这里的竹林虽然比京都岚山竹林小，但是游客比较少，气氛更幽静，布局也更精致。在这里拍照，好像置身在武侠小说的场景里。竹林深处隐藏着一座小巧而传统的茶室修根庵。
在这里品味抹茶，感受传统与自然的融合，增添了茶道的意境，使人感受到古老文化的魅力。这里不仅仅是座古寺，更是一个让人静心冥想、感受自然与文化交融的场所，带来新的体悟和心灵的洗礼。距离报国寺走路不到10分钟，有个隐藏的瑰宝。净妙寺创建于1256年，属于临济宗。这里的建筑融合了日式传统风格与宋代中式建筑的特色，细节处处彰显工艺之美。参道两旁是设计讲究的庭园，石灯笼与白纱点缀其中，有股和谐而宁静的氛围。佛殿是整个寺院的核心，里面有一尊庄严的释迦牟尼佛像。深秋的时节，佛殿前落满银杏的黄叶，像是铺了一层温暖的地毯。这里地势比较高，刚下过雨，往半山腰的方向看，山间还飘着山岚，加上前景的红叶，整个画面就像一幅绝美的山水画。可惜茶室没有开，不然可以看着庭园放松一下。往上坡的方向走，沿途都是红叶。走在这里，心情都变得平静了。镰仓宫的鸟居和一般的鸟居有点不同，白色的柱体，顶部多了一道横梁，少了朱红的鲜艳，却多了一股优雅。镰仓宫创建于1869年，祭祀镰仓时代的悲剧英雄户良亲王。境内规模不大，却有很多可以观察的小趣味。守水社的地方，放了很多像是木屐但带有表情的物品，我猜大概是辟邪的东西。当然少不了可以祈求长寿的龟和鹤。对着除恶时小声说自己哪里不舒服，然后吹一口气丢掉。
如果小石盘破了，厄运也会消散。这里可以祈福的项目很多，除了一般的转运除恶，甚至还有替车子驱魔，以确保交通安全。神社不大，而且离镰仓主要的景点有点远，却让这里游客稀少，反而享受了一段宁静的时光。从镰仓宫往山里的方向走约20分钟，会到另一个隐藏的宝藏瑞泉寺。说这里是秘境并不准确，因为这里有一个名胜庭园，只是因为位置偏远，所以游客很少。过了寿富往前走，有一条长长的台阶，台阶在中段突然分成左右两侧，右边比较新，左边则是不平整，而且长满青苔。这里没有指示牌，像是人生中总是会有好走的路和难走的路这样的选择。还没开始参拜，就开始了哲学的思考。山门很低调朴实，进入山门后的古迹建筑都没有对外开放，有点可惜。瑞泉院创建于1327年，由梦窗书石禅师创立，属于临济宗。建筑保留了镰仓时代的风格，简朴而庄严。瑞泉院以名胜庭园而闻名，由梦窗书石亲自设计，石灯笼、池塘和小桥交相辉映，非常的写意，和我熟知的那些京都精致庭园风格十分不同。本来下了一天的雨，这时候天空突然放晴了。有谁知道下过雨的树为什么会冒烟吗？过天晴的天空，落地秋叶的庭园，稍显寂寥的环境，反而有股让人想创作的冲动。这里在深山里，周围被大自然环抱着，加上没有其他游客，可以暂时放下一切，
和自己的内心对话。回到市区，吃点东西填饱肚子。先来一盘天妇罗荞麦面，用主食补充碳水。再来个大佛烧，这个其实就是鸡蛋糕的外衣，加上红豆饼的内馅。经过这家甜品老店，我又忍不住进去采购了一些。我对看起来像艺术品的和果子真的太没抵抗力了。肚子饱了，天还没暗，还有时间去完成一个特别的体验。从小丁通要走15分钟左右，会到前喜辩才天。沿路是住宅区，最后一小段是上坡路，就代表快到了。走过山洞，像是进入到另一个世界。前溪水是镰仓5名水之一的优质水域。据说用洞窟深处涌出的前溪水洗钱，会带来好运，增加财富。因此羽鹤神社才更名为前喜辩才天羽鹤神社。洗钱仪式很简单，只要把钱放在竹篮里，浇上底下的流水，再拿到香炉上沾染香气，放着风干就好。经过这个有趣的仪式，加上带点神秘色彩的传说，结束时会觉得很开心。灵不灵验，好像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了。带着愉快的心情，结束一天的股市失忆之旅。坐江之电到七里之滨站，除了可以在海滩上看看江之岛与夕阳，这里还有几家不错的餐厅。美式餐厅 Double Doors 有着不拘小节的气氛，很适合在复古文艺的一日行程后，来这里转换心情。既然是靠近海边，就先来个海鲜开胃一下。配上一杯 Sangria， 精神都放松了。
点了招牌的牛排炒饭，是真的有一片牛排铺在饭上面，吃完好像又能再走一天了。回到饭店后，把下午买的小点心拿出来吃，结束诗意复古又幸福甜蜜的一天。有人说，古都镰仓就像是关东的京都。从整座城市充满的复古氛围来说，的确是有点像，但镰仓多了一股松弛感，或者是说，这里有种让人放飞思绪的魔力，刺激创作的灵感，忍不住写下未完待续的文章。也许是大海的声音，或者是街道的气氛。来这里走一走，总能找到豁然开朗的自己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生活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收看更多精彩的画面。任由思绪飘向远方。Chang Nerudo Roku Yoroshiku ne。